好了，各位，今天的直播就这么开始啦。但是我一开始先要问一下各位啊，我设定了半天，是不是已经终于把我的长相设的比较清楚？但我怎么看起来好像还觉得脸有点模糊，是怎么搞？好了，不管啦，但你各位看看能不能调到 HD 啊？如果可以的话，我的设定应该就算成功了。那如果不行的话，再说，没有那么重要，好不好？我长得也不是那么重要。我先跟各位讲啊，各位，我绝对不是战锤40K 系列的忠实支持者。我从小就是碰龙与地下城，那战锤40K 比它晚了一些，但是最近因为有一个特别的事件让我很受感动，所以我决定特别做一集来为我自己介绍，也为大家介绍战锤40K 是什么样子的作品。那至于我是看到的什么事件，我们等一下会慢慢跟各位说。那我们先从定场诗开始好。千年帝作诗未寒，银河永夜指刀枪。谁知最黑暗一句，化作病床守护光。哎，那糊糊的就是你眼睛长包皮啦，不要多说啦。所以这个我们就直接讲今天的这一个过程哦。那为什么？哎，你觉得糊糊的？我看看我如果开现场的那个光源会不会稍稍好一点？再不然就是我这个人本身就长糊了，请各位原谅我。但这个也不能挑剔吧，我就长这样啊！你要怎么样？你要做什么多要求嘛？来，我先问在听直播的各位哦，这个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晚，是谢寒冰哥来我们这边直播，但是中午的时候，我想要先抢一个时间，就是绝望宇宙的温柔哦，弹锤40K 带来的黑暗与人性。我们今天会讲到帝皇，讲到 Rick Priestley， 讲到星际战士，讲到 Henry Cavill， 讲到层层打怪升级。所以今天是一个很有趣的内容。我们先讲战锤40K 的人类帝皇啊，是一具活了10000年的干尸，他插满管线，坐在一个叫做黄金王座的机器上面，每天要活活消耗上千个有灵能的人类才能勉强不死。他统治的帝国呢，没有自由，没有正义，没有希望，是人类你能够想象出来最黑暗的恐怖暴政。这个宇宙的官方标语里面只有一句，叫做在第41个千年的黑暗未来里面，只有战争。这个讲来讲去，是不是一个你绝对不会想要活在里面的世界？坦白讲是啊，而且它是非常沉重，设定非常庞大的可是过去1个月啊，在抖音上面，这个最残酷的帝皇变成了一群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拯救一个生病小孩的旗帜。一个妈妈为了给住院的孩子凑手术费，在病房里面跳舞发影片，没有人看。直到有一个战锤玩家私讯他一句话说，这话我后来搞懂了，我才觉得靠很讽刺哎。他说帝皇会庇佑他的每一个子民，然后几万个垂老涌进来，2万个赞6000则留言，全部都在说愿帝皇保佑这个孩子。一个写着只有战争的宇宙，为什么可以养出这么温柔的一群垂老？就是今天要分析的东西，让各位了解一个偶尔我们也接触一下地缘政治以外的娱乐嘛，好吧？来，如果你今年30几岁、40几岁，你小时候有没有曾经在某个百货公司的玩具柜里面摸到一个，或是某个模型店的角落，看中一种很贵的塑胶小兵，甚至它有金属版的？谢谢鸡排抖那2颗宝石。
那个小兵哦，灰灰的，要自己用胶水粘，而且要自己上色。对于那时候年幼的我们来讲，要上色很难啊，又不像那个田宫模型啊，超大一块，或者甚至那个机动战钢弹好上色，而且它一盒贵的要死，因为那个时候多半是从英国外销到美国，美国再批到台湾来，所以回去了还要花好久好久才能玩，而且没有人陪你玩。当时我们这些小孩看了就会想，这什么东西呀？这不就是给有钱人家小孩玩的高级模型吗？对，那个东西叫做战锤 Warhammer。我跟你讲，那就是我那个时候对战锤的全部印象，因为我已经是国小、国中开始碰《龙与地下城》，我已经非常早了。但是那个年代哦，碰《龙与地下城》已经了不起啊！我记得我还一开始玩的那个规则书是 AD&D， 连 D&D 一开始都买不到，所以更别提我要去玩英国出来的 Warhammer， 那个真的很难啊！我停在这个印象里面20几年，一个做模型的、涂颜料的、有钱有闲才玩得起的小众嗜好，我以为他就这样子啊，会一直是这样，慢慢变成一个老宅的回忆，说，哎，我小时候有听过，然后就消失。结果完全相反，这个1987年诞生的英国桌游，它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在最近这2、3年之内，忽然之间，我用“突然”这个词是有道理的，它突然间冲进了全球的主流文化。2024年9月，一款叫《星际战士2》的游戏上市，第一天在 Steam 上面哦，尖峰同时在线冲破13万人，玩家数后来破了600万人。然后呢，超人就是演超人，我觉得最帅的那个 Henry Cavill 又有肌肉，把改编这个宇宙当成他毕生梦想，跑去跟 Amazon 签了影集。而2026年6月，也这个月，第11版的规则书才刚刚上市。在听直播的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一个我们以为只是做模型的东西，就在我没有注意的时候，我跟你讲，那个游戏我看到我还停下来看一下，但是我真不知道它宇宙怎么忽然之间长到这么大，而龙与地下城反而变小。这个我觉得跟孩之宝的授权经营有关系没有？我们继续往下讲，不然到时候就变龙与地下城玩家在歧视战锤玩家，而且龙与地下城在怪奇物语红起来之后，它又跟着红了，只是台湾好像没有吃到这一波红利而已。但没有，不管，现在这个模型诞生的东西变成电玩，变成影集，变成一个世代的共同语言。但还这不是最神奇的地方，这个宇宙的设定哦，是科幻史上数一数二黑暗、数一数二残酷、数一数二没有希望的。它的官方标语就8个字，叫"黑暗未来只有战争"。一个这么绝望的世界观，照理来讲应该很难入坑，才对。那可是一个这么绝望世界观，不但红了，而且还在现实世界里面有很多的影响力。这就是我今天要带各位走的这条路啊！我们先搞清楚这个宇宙到底黑暗到什么程度。我跟你保证，比你想象还要黑很多，而且里面有很多东西又让我想到克苏鲁。我不知道克苏鲁到底在游戏界有多大的影响力，但是这么绝望，有恶魔，有灵能力，然后有这种干尸统治，真的很有趣。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那一道从最深的黑暗里面照进一张病床的光。真相往往跟我们以为的不一样，我以为那只是做模型，错了，那是一面这个时代最奇怪也最动人的镜子。我们先回到故事的最开始 ，Nottingham 诺丁汉。你看，我现在做这个图，我做很认真，好不好？通常都是在地下室，在车库里面，在英国一个叫诺丁汉的地方啊。
那这个可能有些人有印象，为什么？因为 Nottingham 好像有演过一个浪漫喜剧，然后呢，还有这个罗宾汉的故事就发生在附近。但是对于全世界的仔仔来说呢，诺丁汉有另外一个意义，它是 Games Workshop 战锤系统跟它的模型的母公司，总部所在地就在 Nottingham Hill 吧，对不对？好，直到今天哦，整个战锤的核心都是从诺丁汉这个地方长出来的。来飞牵引说是7版入的坑，现在出到11版嘞。而且我小时候是 Warhammer 哦，没有40K 哦。我跟你讲，我小时候接触的战锤是中古奇幻版的。哎，沈毅怎么会是中午1点直播啊？对，战锤真的是出圈的，连我都注意到了，就表示他真的出圈。我已经是半退休的仔仔嘞。好，战锤这个东西背后最关键的一个人叫 Rick Priestley， 瑞克·普利斯特利。这个名字在台湾真的没有几个人听过，但他在桌游圈地位差不多等于 Gary Gygax， 就是发明《龙与地下城》系统的那个人，也就像是金庸之于武侠小说、古龙之于武侠小说那种等级的开山祖师。但这里有一件事情，我跟你讲，我在写这个脚本的时候，连我的 AI 都搞错，我以为 Cloud 或是 Gemini 或者是 ChatGPT 知道战锤一开始是中古奇幻，就不是，不是，他只知道战锤40K。其实战锤40K 哦是衍生版本，它不是本尊。真正的战锤全名叫做 Warhammer Fantasy Battle， 在1983年出的，比40K 整整早了4年。那是一个中古奇幻的世界，剑与魔法、精灵、矮人、兽人、巨龙，你想象到那些奇幻元素，它都有。那这个是怎么搞的？因为很显然啊，我这边没有要深挖，那个是中古战锤，它其实多半是因为《龙与地下城》非常受欢迎，然后英国佬说：“妈的，魔戒这是来自于英国的，我也要搞一个桌上游戏的 TRPG 的规则出来。”所以Rick Priestley 跟另外2个人 Brian Ansel、Richard Halliwell 一起做出了奇幻版的战锤，这个才是战锤宇宙的母体，是这个系列的起点。那为什么全世界封的是40K？40K 的原因是呢，1983年那个时间点，妈，全世界的桌上游戏已经有一个无法撼动的霸主，叫《龙与地下城》（Dungeons and Dragons）。Dungeons and Dragons 早在1974年就出了，他晚人家9年呢，在这个类型里面是开山祖师爷了，是所有人童年呐、啊。一个1983年才出的奇幻战锤，要在 D&D 的阴影底下抢市场，老实讲抢不太过。他有他的死忠粉，但始终是小众中的小众。仔仔喜欢 D&D， 哎，我跟你讲，矽谷以前哦，上一个世代的工程师有很多人就是礼拜5晚上就有一个披萨 night， 有一个披萨世界，不是披萨之夜。他们就熬夜整个晚上打 D&D， 打到第二天早上。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有了游戏之后就没有了。那所以那个时候这个 Rick Priestley 想到了，哎，那我可不可以做科幻版的 D&D？ 所以就变成战锤40K， 一路拉到40世纪、41世纪，严格来讲。1987年呢 ，Rick Priestley 把同一套规则、同一种黑暗讽刺的概念哦，英国佬就是很爱讽刺啊，那所以就一路推到未来太空遥远。他把剑换成枪，把巨龙换成太空战舰，把魔法换成亚空间，做出了 Warhammer 40,000战锤40K Rogue Trader。
40K 就这样诞生了。你看40K 里面很多东西都是从奇幻版搬过来的，奇幻版的兽人 Orc 变成40K 的欧克 ORK， 原来叫 ORC， 奇幻版的精灵变成40K 的灵族，连 Chaos 这个概念两边几乎一模一样。为什么他觉得 Chaos 就是恶魔嘛？恶魔在未来跟现代都是一样的。贝尔乌萨斯说我们还有线下比赛，差不多一场比赛要打好几天。有啊，但是你越老就越没有时间。好，说穿了，40K 一开始就是战锤，但是在太空。可是这个在太空恰恰好踩中了时代，在一个被星际大战一路推大的时代里面呢，科幻远比中古奇幻更能抓住大众，所以衍生出来的40K人气后来远远超过它的母体。而1983年诞生出来的奇幻本尊反而一路走下坡，8个版本之后呢，2015年甚至一度停产，把舞台整个让给40K。所以请各位要记住一件有点讽刺的事情，我也觉得很奇妙啊，就是原来这个叫什么后来居上吗？还是叫做牝鸡司晨呢？事实有点讽刺啊。战锤的本尊是奇幻版，来飞牵引啊！我们1983年在看那个战锤奇幻版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嘞。所以40K 只是副产品，40K 是战锤本尊的科幻儿子，但我们今天大部分人都只知道儿子了，不知其先祖辈。那为什么在英国？为什么是这个调调？这其实里面有一个蛮有意思的时代背景。什么时代背景呢？1980年代的英国是什么样子？柴契尔夫人执政，工业衰退，失业率高，社会气氛很闷，然后冷战还没有结束，核战的阴影压在每个人头上。那个年代的英国年轻人看世界的眼光本来就带着一种那种，你看那个拆火车不就是那个样子？未来才不会更好的灰暗角度。战锤的世界观就是在这种土壤里面长出来的。它不是那种美式的乐观的英雄拯救世界的科幻，它是英式的讽刺的黑色幽默的。一开始其实在嘲讽集权，嘲讽宗教狂热，嘲讽军国主义。早期的战锤设定里面，那种把帝国描写的无比伟大、无比神圣的口吻，骨子里是反讽的，是在说你看这种把人命当燃料的体制有多荒谬。所以实际上我当年不对，我不是当年，我最近在研究战锤的帝国的时候，其实第一个想到的是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第二个我想到的是顺带再推一下这本书，这个李硕的简商，就是描述商朝用人计来巩固政权、预测未来。所以这本来就是，你看这种把人命当燃料的体制有多荒谬。我跟你讲白一点，战锤一开始的精神比较接近一个拿了放大镜把人类最坏那一面放大给你看的讽刺作家。他不是在歌颂黑暗，他是在警告黑暗，这一点很重要。各位先记着，因为等一下我们讲到这个宇宙有多黑暗的时候，你要记住，它的黑暗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耍帅，是为了映照人性。所以，一个诞生在闷到不行的1980年代的英国讽刺作品，怎么会在40年之后变成全球现象？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慢慢讲，但起点就在这里。Nottingham 一个叫 Rick Priestley 的东西，还有那个年代特有的是冷战之中
觉得世界会毁灭的对未来的不信任。来，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帝皇的设定啊，但是我又把帝皇遮住了，不知道我会不会被骂。好，这个我们今天要进入今天最核心也最重要的一个段落了。我要花很多时间把这个宇宙的黑暗原原本本的摊开给各位看，因为如果你不知道它有多黑，你就感受不到等一下那道光有多亮。我们先从时间开始讲起，战锤 40K 的故事设定在西元第41个千年。大概是公元38000年到41000年之间，距离我们现在38000年。你以为人类过了38000年，科技发达、文明进步、上太空了，应该活得很好，对不对？错，完全相反。在这个设定里面，人类的确扩张到了整个银河系星球，那叫什么名字？那叫做人类帝国 Imperium of Man， 听起来很威风，但是这个帝国呢是什么状况？这个帝国呢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我跟你讲，它黑暗到什么程度啊？我告诉你，各位，除了看背后的这个我做了 PowerPoint 之外，其实我今天做了一个动画，我很认真做了一个1分钟的动画，没关系，就当做动画来看看就好了。这个我把它声音调小一点。来，你看我做了一个1分钟动画，我们就把它当背景来播放，表示我很认真的研究。第一个，这个人类帝国是一个彻底的神权集权国家，整个帝国只信仰一个神，叫人类的帝皇。人类的帝皇，任何怀疑、任何异端、任何不一样的想法，都会被一个叫审判庭的机构给抓走、拷问、处决。一整颗星球啊，只要几十亿人，有一个人怀疑被混沌污染，帝国会毫不犹豫的把整个星球炸掉，叫做净化。几十亿条人命，在帝国的账本上连一个数字都不是。第二，这是一个科技倒退、迷信横行的世界。你以为38000年之后科技非常强吗？不是，在这个设计里面呢，人类早就忘记了科技的原理。他们会用机械，但不懂得机械怎么运作。他们把机器当成神明来拜，就像刚刚讲的 Machina 那个机械神，修理一台机器之前要先念经，要涂圣油。然后要安抚机器的灵魂，要安抚机魂。会制造东西的工程师呢，变成一个教派，叫做机械神教。人类不是在进步，人类是在抱着祖先留下来科技残骸，一边膜拜，一边慢慢对话。双头鹰那个太复杂，我做初阶讲解讲不了那么多啊，不然大家都要下班了。来。第三个也是最核心，所以我说过，今天是简单大致介绍，没有办法100%都对，好不好？第三个也是最核心的，他们的神是一具干尸，这是整个战锤宇宙最震撼也最悲伤的一个设定。我慢慢讲，人类的帝皇哦，在10000年前是一个近乎无敌的存在，他想带领人类走向一个理性的、没有宗教、没有迷信的黄金时代。结果他最信任的儿子背叛了他，在一场内战里面把他打成了重伤，几乎要死。我记得我儿子还推荐我看了这一段历史，就是好像他选了10几个神之子什么的。好，等等，今天没有办法讲那么多东西。那为了不让帝皇真正死去啊，人类把他接到一个叫黄金王座的维生机器。从那天开始，接上线之后，10000年过去了，帝皇就一直坐在那个王座上，不能动，不能说话，半死不活，就是一具插满管线、不断腐烂却死不了的活尸。而且最残酷的，对荷鲁斯叛乱，那最残酷的是这个维生机器。
需要燃料。谢谢 Mike Hans 才送雷米金杯。Young Studio 说：“我当锤友超过20年了，期待朱大的旧世界。”哇，那你跟40K 开始红的时间差不多。但台湾我们有机械神教，我们有乖乖，好不好？来，我还是要讲，如果你是锤友，很抱歉，我介绍的绝对是入门，但请你多见谅，反正能够多推广出去就好嘛。因为战锤40K 不是我的强项。那这个 Young Studio 要介绍旧世界啊，我们下一次有办法再讲。来，我已经做出动画来，我已经很认真了，好不好？请大家多多支持。来，这个设定有多残忍？人类最伟大的神其实是人类创造出来的谎言。他们明明知道帝皇已经半死，但他们不敢承认。因为一旦承认神死了，整个帝国就会崩溃，所以他每天献祭上千条人命去维持一个神还活着的假象。这就是战锤40K， 一个本来想要终结宗教的人，最后变成了史上最大宗教的神；一个想带人类走向理性的人，变成了人类最大的迷信。第四，这个宇宙没有好人呐。这一点台湾观众可能最难适应。我们看的故事里面通常有好人有坏人，正义最后会赢，对不对？但战锤没有。战锤里面人类帝国是集权暴政，但人类的敌人呢，那些外星种族，那些叫混沌的恶魔，比帝国更可怕。所以你支持谁？你谁都没办法支持，每一方都很糟，差别只是在糟的地方不一样。他不给你一个可以站的道德高地，他只告诉你，在这个宇宙里面活下去本身就是唯一的目标，而且活下去的代价丑陋到你不忍心看。所以各位同学，你会发现这个设定其实在讲一件很真实的事情。他在用一个极端夸张的科幻外壳，讲人类历史上一直在发生的事情：集权怎么运作，谎言怎么维持，人怎么把恐惧包装成信仰，体制怎么把个人的生命当作燃料。战锤的黑暗不是中二，战锤的黑暗是把人类最坏的历史放大10000倍，摆在你面前。然后跟你讲说，看清楚，这就是当希望被彻底拿走、彻底毁灭之后，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当局怎么说，你就要反过来听。在战锤的帝国里面官方永远告诉你，帝皇仍然活着，帝皇仍然庇佑你，帝皇仍然伟大。但只要官方越是这样强调，真相就越是相反。帝皇早就是一具尸体了。这个设定的厉害的地方，在于他把官方话术跟真相之间那道鸿沟写得清清楚楚。好啦，现在你知道这个宇宙有多黑了，它没有希望，没有好人，神是干尸，人命是燃料。记住这个黑暗。因为下一段我们要看的是这个最黑暗的宇宙在40年之后怎么突然变成了全世界都在追的东西，你也没办法想象，对不对？但是接下来要破圈再接下来你会看到有人从这一片彻底的黑暗里面硬是长出了一道光这个叫 Adeptus Mechanicus， 好像就是把机械神教用拉丁文来讲。他在荷鲁斯之乱里面呢，帝皇被其子荷鲁斯重创濒死，所以他每天要消耗 Psykers 上千名 Psykers 做燃料。所以这是一个其实很大的悲剧。来，接下来要破圈了，各位。我们从黑暗里面先喘口气，来看一件很实际的事情。什么事情呢？
这个闷到爆、黑到底的英国小众，靠腰，我忘了换眼镜。英国小众娱乐到底怎么在最近2-3年忽然之间红起来？我跟你讲，这不是偶然，是4发重炮连续打出来的。我还为了这个重炮做了一个动画。2024年9月，《星际战士2》，这是一款电玩游戏，你扮演一个星际战士 Star Marine 嘛，有点像我们讲的星舰战将。你扮演一款星际战士，战锤里面那种2.5米高、穿着动力装甲的超级士兵，砍杀成千上万的外星虫族。这个游戏战锤专属眼镜其实并不是，但这个眼镜我看比较清楚啊。这个游戏一上市，直接破圈。第一天在 Steam 上面尖峰同时在线人数超过13万，后来玩家数突破600万。各位同学，这个数字的意义是什么？意思是说，他把战锤从桌游老宅圈、小池塘一口气倒进了全球电玩玩家这个大海。很多人先是玩了这个游戏，觉得这个世界观怎么这么酷，才反过去研究战锤的。这是破圈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之前大家推了那么久，其实没有很成功，因为真的太黑太庞大了。第二炮 ，Henry Cavill 超帅哥 Amazon 影集，演超人那个 Henry Cavill， 他是一个超级资深的战锤宅。他不是为了接戏假装喜欢，他是真的自己从小买模型，从小玩到大的。那所以呢，他公开讲过，把战锤搬上荧幕是他毕生的梦想。2022年底啊，他跟 Amazon 签了约，要做战锤的影集，自己当主演兼制作人。这件事情的分量在哪里？在于一个好莱坞 A 咖愿意赌上自己的招牌去推一个原本的小众 IP， 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弹，告诉全世界战锤要进主流啦。第三炮呢？2024年12月 ，Secret Level 动画，这个小弟在进北监之前，我特别把它看完才走了。这是 Amazon 做的一个科幻动画选集。他找那个爱鱼食与机器人的工作室呢，找了一堆游戏 IP 各做一集，其中有一集就是战锤40K 干下老本啊，在虫族大量繁衍的地方让那个修饰吗？那我都记不太得，狂开无敌，狂开干。其中有一集战锤40K，让很多从来没接触过战锤的观众第一次在荧幕上看到这一个宇宙长什么样。对啊，喵喵咪讲没错啊 ，Game Workshop 之前太保守，只想卖棋子，结果导致我一开始玩很多游戏都骂阿萨布鲁的烂。对，阿斯塔特啦，好，没错。来第4炮，这个月2026年5月不6月，第11版规则出来了。战锤的桌游本体啊，规则每隔几年会大改一个版本。前一版第10版2023年推出的时候，刻意把规则简化，降低新手的入门门槛。然后这个月第11版刚上市，我们做这一集刚好踩在新版上市的时间点上面。各位同学，你把这4个东西摆在一起看，电玩破圈、好莱坞加持、串流曝光、桌游降门槛，它不是某一个东西爆红，它是整个 IP 在各个战线上同时推进，这就是现代 IP 工业化的标准打法。你不是卖一个产品，你是经营一个宇宙。所以我要讲一个很冷酷的点，
战锤能这样工业化，靠的不是运气，是那个极度庞大、极度自圆其说啊！我昨天还有网友讲说，战锤的东西有一些彼此互相冲突，但我觉得没关系啊，不是那么重要，有得看就已经很开心了。那所以啊，Games Workshop 花了40年盖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设计宇宙。当市场需要内容的时候，它随时可以从这个宇宙里面挖出电玩、影集、小说、漫画、科学的系统性的世界观建构，最后变成了商业上的胜利。哎，这是科学终将胜利的另一种版本，不是物理的科学，是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深，这种笨功夫的胜利。4个破圈炮打完，战锤红了，但红只是让更多人看见它。真正让我想要坐在这里跟各位好好的分享的事情，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很特别。他会破圈在对岸呢，靠的是一群天桥底下的说书人。什么呢？来，刚刚那4个破圈的破城锤，靠的是西方的故事，电玩啦、好莱坞啦、串流啊、桌游，这是战锤在欧美主流化的过程。然后各位同学，昨天也是有一个网友，我说我今天要讲战锤，他说干一定要讲活圣人，达奇上校，没错，一定要讲，因为我跟你讲，我自己推奇幻文学，我推魔戒的时候，我很清楚，如果没有一个翻译者 ，translator 不是单纯的只翻东西，你要有一个 evangelist， 要有一个传道人。要有一个传道人把故事分出来，所以我在这边停下来，借着网友的口问一件事情：西方的分析师智库在搞地缘政治，不会来做这个啦。所以我等一下要讲的是那个病童逞臣的故事发生在哪里？发生在中国的抖音啊！涌进那个病房留言区的是几万个中国的战锤玩家，他们张口就能够背出帝皇的导词，他们知道什么是星际战士，什么是黄金王座，什么是荷鲁斯之乱。我问你，这些人哪里来的？这些人哪里来的？Space Marine 2这个游戏主要是英文的 ，Henry Cavill 的影集到现在连影子都还没有，到底为什么要弄那么久？我也不知道。在中国是谁把这个门槛高到吓死人的宇宙搬进了华语世界？答案是一群人，我把它叫做说书人的直播主。这一群人里面最有名、最头部、最顽固、坚持的那一个，就是昨天那位网友提到的这个达奇上校。我跟你讲，我前面有说战锤这个东西的入门门槛高到一个离谱，它不是一个你下载下来打开就会玩的游戏，你只要砰砰砰拿了 blaster 砰砰砰砰砰砰砰。但问题是世界设定很大很大很大，横跨几百本小说，几千个角色，上万年虚构历史。一个新人想入坑啊，光是搞懂帝皇是谁，原体是什么，荷鲁斯之乱在吵什么，就可以劝退99%的人。这个宇宙的深最迷人，但是问题是它也是最高的一道墙啊。那这道墙怎么被翻过去的？哦，战锤40K 是浙江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哦。来，是达奇上校还有其他的 UP 主
用嘴巴一集一集讲过去的。我给各位看一下达奇上校活圣人的数字啊，他从2016年开始做影片，跟他的搭档2个年轻人总共做了8年，到现在他的 B 站粉丝150几万，他做的那个战锤4万系列，对于他用的表达方式跟我们习惯战锤40K 不一样，总共140几集呀，加起来的总播放量是2亿5千万次。各位，2亿5千万次是什么概念？这个数字的意思是有几千万甚至上亿人次的中国网友是透过这个人的嘴第一次认识战锤的。他用一种叫做时间线叙事的方式，把帝皇的崛起、人类的大远征，那场让帝国永远改变的荷鲁斯之乱，从头到尾按顺序讲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如果没有耐心，真的不行了。人家花40年写设定，你要花8年照顺序讲，没有一开始就破圈的啦。他能够让一个完全没接触过的素人也能听得懂、听得入迷。他的粉丝给他一个称号叫做活圣人。活圣人是什么意思？各位还记得我们前面讲了吗？在战锤的设定里面呢，活圣人是在帝皇信仰里面真正得到帝皇眷顾、能够显现神迹的圣人。粉丝用这个词称呼他，意思很清楚。他的意思啊，就是这个人不是在做游戏影片，他是在传教，他是一个 evangelist， 是一个布道人，他是把帝皇这个信仰传进华语世界的那个使徒。YT 可能不止YT 我只记得这2年有非常多光讲战锤，动辄几十万点阅，但是我们不管，我们一定要追到最。达奇有 YT， 妈的，我没看到你看巴波一说真的活圣人，他当初入坑的时候也是听达奇上校慢慢解说的。干，我赶快去看。妈的，我做功课只有做到达奇有 B 站，没有想到他有 YT。我看，但他已经不会叫自己活圣人，让我认真看一下。达奇被靠腰。达奇上校有 YT 但他订阅只有我的一半干，这个一定是他主力在 B 站难怪我看一下，真看不出来他是，就是我 lost 的。他现在在讲恶灵古堡，对不对？真妙。战神系列他也讲战神也有讲战锤，让人类再次伟大，帝皇的崛起，干在讲川普，是不是？好了，来，但我觉得达奇上校值得尊敬的是，这个人怎么看自己？他在公告里面写过一句话，他说：“莫要抬高我们，我们不过是天桥底下的说书人，真正厉害的不是说书的，而是写书的人。”各位同学，你听看这句话，多清醒，多冷静。在这个人人都想当网红，人人都想被捧成大神的时代，一个粉丝100多万被叫做活圣人的人，他说：“我不是什么圣人，我只是一个天桥底下说书的。真正厉害的是那些写出这个故事的人，不是我这个转述的人。”我在这里帮各位把这件事情的意义讲清楚。一个文化要怎么样才能从一个地方传到另外一个地方？光有好的内容是不够的。
战锤的内容再好，它是英国的，是英文的，是40年的厚重累积，对一个华语世界的普通人来说，那是一道翻不过去的墙。真正让文化跨过那道墙的是翻译者，是转述者，是这些说书人。他们没有创造那个宇宙，但他没有他们，那个宇宙就永远到不了这里。陈那个病童的留言区里面，那几万个张口就能背祈祷词的垂老，每一个背后都站着一个达奇上校这样的说书人。而且我要特别讲啊，达奇不是一个人而已，整个说书人战锤的说书人圈，还有羊驼战锤小课堂，有阿伟，有糖蒜，有雨天哥哥，一整批人，他们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粉丝，共同组成了一个把战锤讲进华语世界的生态系。是这整群人，不是某一个人，盖起了那座能够让中国网友走进战锤宇宙的桥。所以那位网友说的对啊，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讲这个病童陈诚的故事，讲帝皇怎么变成一面温柔的旗帜，这个背后真的要感谢这些说书人，因为是他们先把帝皇讲进了几亿人的心里，那一句愿帝皇庇佑，后来才有可能落在一张病床上面。科学终将胜利，但是这里的科学不是物理，不是工程，是把一件难到极点的事情讲到所有人都听得懂。这种笨功夫啊，达奇上校这种人花了8年做的就是这件事。他把一道几乎不可能翻越的文化高墙，用一张嘴一集一集磨成了一条路。好喽，说书人把桥盖好了，现在我们可以走过这座桥，去看桥那一头真正让我想要说这一集故事的事件。在那之前，我们还先看另外一个对照组啊，因为西方最有名的战锤信徒，他的故事跟达奇上校刚好相反。那我们来看看，抱歉，没有帅哥的照片。这一章要讲的是 Henry Cavill。刚讲的达奇上校是一个用嘴巴把战锤传进华语世界的说书人，他从不把自己当什么伟大的人，只说自己是天桥底下说书的。现在我们来看西方那边最有名的一个战锤信徒 Henry Cavill， 他的故事刚好是达奇的反面。达奇低调的把事情做成了， Cavill 高调的赌上一切，却只能等。刚讲过，Henry Cavill 是一个超级资深的战锤仔，把改编战锤当成毕生梦想。2022年底跟 Amazon 签了约，要当主演兼制作人。听起来这是一个粉丝梦想成真的完美故事，对不对？一个从小玩战锤的小朋友，长大变成好莱坞巨星，最后亲手把自己最爱的东西搬上荧幕。但现实是这样，签约到现在的3年多了，这个影集连一个画面、一个演员名单、一个上映日期都没有。我跟你讲，这个事情有点荒谬，但又荒谬的很真实。Games Workshop 自己在财报里面讲，这个影集还在开发，但重点来了，时程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内。为什么？事情有点荒谬，又可以预期。因为主导权在 Amazon 手上 ，Amazon 本来就是拍影集很250的一个单位。他最近我觉得真正成功的只有杰克莱恩系列跟那个 Fallout 系列，其他什么力量之戒什么都是瞎鸡巴乱搞，什么那个 Citadel 系列都妈烂，但是我都看完了，你看我多无聊。Games Workshop。因为主导权在 Amazon 手上，他只能说我们继续努力，然后把球丢给 Amazon， 说这是合作伙伴的事情，要尊重人家自己经营自己的 business。Henry Cavill 自己怎么说？他在2025年的访谈里面讲，改编战锤是一个很棘手、很复杂的 IP。
他说这跟他以前演戏不一样，以前他只要演就好，这是他第一次要当掌舵的人，听得出来他乐在其中，但也听得出来这个过程很折磨。业界普遍估计，影集要到2027甚至2028年才比较可能上线。各位，你看出这个对照的讽刺了吗？战锤这个宇宙最核心的设定就是最虔诚的信徒永远等不到他的神的真正回应。整个帝国几兆人口每天像一具干尸祈祷，等待帝皇降临，等待帝皇庇佑。天鹰里是不是这个？我不知道，我没有真那么熟战锤。但帝皇永远不会真的醒过来。现实里面啊，战锤最有名、最虔诚那个信徒 Henry Cavill， 一个好莱坞巨星赌上自己的招牌，想把这个宇宙搬上荧幕，结果他也只能等。他管不了 Amazon 的时程，他管不了什么时候能上线。他就像那个跪在黄金王座前的信徒，无比虔诚，但也无比无力。这就是等价交换啊！你要做一件你毕生热爱的事情可以，但代价是你得交出你习惯的掌控感，你得要学会等待，你得要学会等待。卡维尔自己说啊，你得要接受很多事情不在你手上。他说他以前从来没有手放在舵上的经验，换句话说，他现在也第一次体会到，连他这种等级人，在一个够大的机器面前，也只是一个等待的人而已。最虔诚的信徒，最漫长的等待，刚好把我们把镜头转回到那个真正让我感动的故事，就是今天的重头戏。因为接下来你会看到，有一群信徒他没有等，他们自己动了手。好哦，来，我们赶快念一下我们斗内。因为坦白讲，我跟你讲，我做战锤，我知道我流量一定不会很好，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好，你们就听一下。战锤佬如果觉得我的这个入门科普可以听的话，你就分享出去让大家看。坏掉龙九说，请支持赎罪机甲，担任阿尔巴老朱兵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也请问老朱祝福打气，谢谢。坏掉的纪元说，明大中一次推动杠杆，推动活塞和烫。明大中2次按下按钮发动引擎，点燃涡轮注入生命。明大中3气3次齐声歌唱赞美万机之神，这是机械神教的东西。TLTW 说，虽不了状况，但就盲目支持老朱跟九哥的阿鲁巴产业链。鲁鲁米128说，哇，居然赶上了，抖个目标支持朱大，说点轻松的话题。Ethan 也抖内目标，因为今天目标就是达到目标之后，我之后就挑点轻松的东西做。流量不好没关系，我做开心，我自己也可以读书啊。高雄龙大说，上班中偷跟直播奈米抖一下。山仔医生说，支持出大做其他主题。Sylvia Chang 说，到了来陪听。S305104说，据说星海有参考战锤，另外战锤40K 有许多游戏，我好像还买过一个什么 Armada 一个战舰游戏啊。DOW1、DOW2、DOW3，还有 Space Marine 2，还有最近要上市的游戏《全军破敌》、战锤40K。Mike Hunty's Bad 朱大讲战锤的好兴奋。这个坏掉龙9就爱老朱瞎鸡巴，任何东西任何时候都能聊。现在国际与国内其实太沉重，有一些其他东西能听是好的。看看玩具店的老板送他限量40K 玩具时，爽到翻天的笑脸，演猎魔士的认真跟被导演乱改剧本时的愤怒离场。Henry Cavill 这家伙根本深度动漫宅，是啊。Young Studio 说，我当锤友超过20年了，期待朱大的旧世界。Harrison Wang 说，我觉得30年前 GW 没有意识到电玩的潜力而已。Big Bad Bolin 说，支持学长翻译战锤宇宙小说系列啊，无能为力。出口物，谢谢你的抖内。
Silent Simon 说，可以讲一下 K-pop 娱乐圈，尤其昨天得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的金 Blue 焕然小熊，他们不太换 K-pop 娱乐圈，他只是去韩国出片而已啊。坏掉龙九说，我认得的是天桥底下说猪的，赞成请加一，谢谢。坏掉龙九说补满，老朱继续天南地北什么都聊，也可以试试直播聊天。直播聊天要有人可以聊啊。你看 Young Studio 讲的东西，我完全同意啊。战锤要推广真的很难，内容太庞大了，没有热情的说书人根本办不到。我自己是模型吸引入坑，故事都是零星口耳相传得知，残缺不全。现在华语世界能够发芽真的很不容易，也谢谢 No Beer 的抖内。啊，对，我是买那个歌德舰队2，但不会玩，就他那个操作方法太奇怪了，我没有办法理解，我已经是一个老宅了，妈的，我不会玩。你看这个操作有多困难。好，接下来我要讲重点了，来，帝皇真的降临了。这个故事在这个地方呢，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意外，这个事情不是开玩笑的。我们把这些笑点通通都忘记，因为这一段是一个真实的孩子跟一个真实的母亲的故事。事情发生在2026年6月，在抖音上面，有一个母亲呢，她的孩子生了重病，这个病是什么我们不敢讲，因为报道都没有提，可能是为了保护他们家的小朋友吧。那个妈妈也没有办法，因为显然医药费所以她可能没有办法负担得起。那所以嘞，他的孩子生了重病，住在医院里面。那这个你有看到他的照片就知道，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孩子。你看这个画面就知道，就这么小一卡米，这么小一个小朋友，有报道说他8岁，我看可能只有1、2岁，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生重病，所以没有发育的非常好，所以他妈妈就帮他成立一个账号。这么小的孩子呢，躺在病床上，脸上戴着氧气罩，手上插着点滴。他妈没有明说，我就不猜他的病了。我只知道这个孩子需要一笔很贵的手术费。这个母亲呢，为了凑这笔钱，做了一件很多人会做，但其实很卑微、很需要勇气，而且大半是没有用的一件事情。他在抖音上跳舞，他戴着口罩啊，在那个有点拥挤的病房里面笨拙的跳舞，而且那个舞就跟我这个动作差不多。也没有什么性感，也没有什么诱人，也没有什么节奏。他妈，他去陪病的，你对他有什么期待呢？影片的画质也谈不上精致啊，大概就是把手机摆在那边自拍的一个程度，就这样一直跳。那他在影片的字幕上都会这样讲：我不想失去儿子，不想因为一串数字，也就是那个医药费，放弃希望。我再苦再累，也要为孩子搏一搏。他前后发了几十条这样影片，流量一直很差，差到什么程度？差到几十个赞、几百个赞都算多了。然后啊，都没人看见，流量不但差，而且越来越差，差到你看他直接求说，没人理我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救我的儿子了。我不想失去他，感谢你停留，好人一生平安。这个我都不知道要有多绝望才会这样讲，但没办法，就是这么绝望。结果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哦，就不知道怎么搞的机缘凑巧，就有一个
喜欢战锤40K 的玩家在后台传了一个私讯给他，我把那个私讯的原话念给各位听。他说：“晨晨妈呀，可以打一个40K 的标签呐、帝皇会庇佑他的每一个子民。”然后他又补了一句：“修饰跟背叛帝皇的叛徒都会来的，因为帝皇会庇佑他的每一个子。”你说这是不是很宅？你说这是不是很中二？对呀，你把一个这么冷门的战锤40K 里面的人类帝国的一个信念角色跟玩家彼此讽刺的东西拿来贴给一个病童的妈妈，看真亏这家伙这样做了。你知道，那晨晨妈因为实在是走投无路，她这辈子没有听过什么叫做战锤40K，她没听过。可是有任何人愿意帮忙，她都想要试试看。晨晨妈回他说：“好的，我试试。”各位同学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花了那么长的时间讲帝皇是什么？帝皇就是一句干诗，是一个谎言，是一个集权体制用来维系统治的工具。帝皇会庇佑他的子民这句话，在战锤的世界里面，或者在这些玩家的心里面，其实是一句反讽。其实是一句反讽，因为那个帝皇根本不会回应任何人。这句话在玩家之间本来就是互相调侃，带点中二的老梗。可是这一次啊，当这句话落在一个真实的躺在病床上的孩子身上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就不是一句玩笑。那位母亲晨晨妈真的听了，加上了战锤40K 的标签，然后呢，那些平常隐身在网络各个角落的战锤玩家，像潮水一样的涌进了他的评论区。短短的时间之内，这个影片单一影片就收到了2万多个赞，6000多条留言。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素不相识、一个极小的宅文化圈子里面的人，因为同一句祝福聚集在了一起。我念几条留言给各位听啊。他说有一条是战锤里面星际战士向帝皇祷告的口吻写，他说：“帝皇啊，您卑微的子民在此祈求您的伟力，赐予这位子民未来的花朵。愿你的智慧与光芒能驱散这可怜幼小生命的痛苦与危险。”还有人说啊，帝皇不在黄金王座上，在一群善良的垂冷心里面。不只是留言啊，还有很多动作。有一个专门做战锤开箱影片的 UP 主，他把那一支第11版战锤大包开箱影片的全部引力扣掉成本之后，全部捐出来帮助这个孩子。他自己还另外掏了200人民币。他在影片里面讲了一句很朴实的话，他说他看过这位母亲挂了很多别的标签都没有用，别的标签都没有用，只有挂了战锤的这个标签火了。也就是我们锤老啊有事真善，而且他还先跟对方聊过几句，确认这个事情是真的是靠谱的才捐的，因为他要对看他影片的人负责。我讲到这里，各位同学，那个躺在病床上的孩子，他根本不可能知道什么是帝皇啊。
也不知道什么是神圣泰拉，也不知道什么是星际战士，也不知道什么叫机械神教。但是在所有这些战锤玩家的眼里啊，他就是一个需要被守护的幼小的生命，而他的母亲呢，没有动力装甲，没有爆弹枪，没有任何神圣的加持，他能做的就是赌上自己拥有的一切，去换这个孩子能够平安长大。战锤的宇宙里面，银河永远在燃烧，人类一次又一次被黑暗吞没，又一次一次在废墟里面咬着牙站起来。而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面，这个孩子跟他的家人也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但同样无比艰难的仗。最残酷的那个地方，在这一刻变成了一个最温柔的旗帜。那一道从 Green Dark 宇宙最深处发出来的，本来应该很冰冷的光，照到这张病床上的时候，变成了温暖的光。我们能说什么？我们能说愿这个孩子能饶过所有的病痛。你可以去找他的账号，叫做晨晨，对，我一不小心忘记啊，晨晨打怪升级。来，我剪贴给各位，你可以到抖音上面去看。所以啊，垂老可能真的喜欢的东西很冷门，但垂老的行动力很强啊。我讲到这里，事实已经很清楚了。晨晨打怪升级啊，对不起，但你用晨晨打怪也找不到。我们今天从1987年的诺丁汉出发哦，然后一路走到这里，走过一具干尸的黄金王座，走过一个没有好人的银河，走过一个好莱坞巨星漫长的等待，最后走到了一个中国大陆医院的小小病床前。我甚至不太确定他到底人在哪个医院，在哪一个省，在什么地方。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感人，因为这个故事是这一群垂老跟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战锤40K 的妈妈跟小孩讲，不要担心，我们还有彼此，我们还有彼此。所以我一开始问各位那个问题，现在可以回答了。一个写着只有战争的宇宙，为什么养得出最温柔的一群人？我给各位3个层次的答案。第一个，真相是正因为这个宇宙够黑暗。各位同学想一想，为什么是战锤？为什么不是那些阳光的正能量的主角光环的故事？因为那些故事给你的是廉价的希望，那些故事没有奋斗，没有作战，没有牺牲，它只是告诉你正义终将胜利，努力一定有回报，明天会更好。可是真实的人生不是这样，真实的人生里面有生病的孩子，有凑不出的手术费，有跳了舞还是没人看的母亲啊。战锤不变，战锤从第一天就告诉你，这个宇宙没有希望，没有人会来救你，活下去，你要付出丑陋的代价。正因为他把话讲得这么绝，所以当温柔出现的时候，那个温柔是玩家自己发挥出来，自己手牵着手一起培养出来的，不是剧本给的。一个习惯了没有人会来救你的人，当他决定自己去当
那个救人的人的时候，那个善意的纯度是最高的。他不是因为相信有神才善良，他是在明知道没有神的情况下选择善良。聪明是天赋，而善良是选择哦。这就是为什么那一句留言那么动人。帝皇不在黄金王座上，在一群善良的垂老心里面。因为我们都是玩家，玩家很清楚那个王座上的帝皇是假的，是死的，是不会回应的。所以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他们把自己的力量化身为对帝皇的信仰，他们把那个本来不存在的庇佑，用自己的2万个赞、6000则留言，还有那个UP主自己抖内的200块人民币，亲手做了出来。第二层告诉各位，科学告诉我们，这不是奇迹，这是人呐。我要很冷静的讲一句话：帝皇没有降临啊，也没有任何超自然的力量照进那个病房。那个孩子会不会好，取决于医学，取决于那笔手术费，取决于很多很现实的东西。但那道光是谁点亮？是成千上万个陌生人，是那个私讯玩家的私讯给那个母亲的玩家，是那些涌进评论区的垂老，是那个捐出全部盈利的 UP 主。所谓的帝皇的庇佑，从头到尾都是人做出来的，这不是减损它的价值，事实上恰恰相反，这让它变得更珍贵。因为超自然的奇迹不需要任何人付出，但人做出来的善意，每一分每一毫都是有人真的掏了出来。没有神，只有人，而人就已经够了。第3层也是最后，这就是等价交换。战锤这个宇宙啊，跟他的玩家做了一笔交易，宇宙给玩家的是彻底的绝望，是黑暗未来，只有战争，是干尸，是谎言，是没有好人的银河。他把希望从这些玩家手上彻底拿走了。但是各位同学，当希望被拿走之后，会发生一件事情，人不会就这样躺平，人会从自己身上长出一件东西，去补那个被拿走的希望。那个东西不是别人给的希望，是自己造的温柔。宇宙拿出了希望，逼出了人性，这就是这笔交易的全貌。最残酷的设定换来最真实的善良，没有免费的温柔，所有的温柔都是有人在绝望里面硬挤出来的。各位在听直播的同学，战锤的世界教我们的从来都不只是绝望跟战争，他教我们的是在一个明明白白告诉你没有人会来救你的世界里面，还是有人选择自己走过去，成为那个救人的人。那个躺在病床上的孩子，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曾经有几万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用一个虚构的最残酷的神的名字为他祈祷过。但那道光是真的，它不是从黄金王座上来的，它是从一群明知道那里空无一物，却还是决定要靠自己发光的人身上来的。这才是一个真相。愿这个孩子平安，也愿在听直播的各位，每一个正在打自己那场没有硝烟的仗的人，你不必等帝皇降临，因为能降临的从来都只有你自己。所以各位，如果你是对岸的网友，你可以到抖音上去搜搜晨晨打怪升级吗？我一直背不起来他的那个名字啊，但是你可以搜一搜，然后可以去看一看，因为这才是信念。
在不管世界多黑暗，我们还有彼此，我们还有你我，我们还有这么多的知识的力量。人类或许会失败，但不会就此倒下。有网友问说，为什么忽然讲起战锤了？因为我被这个晨晨打怪升级的故事感动。所以我真的觉得，今天这个故事是我回向给晨晨的一个资料。哪里搜在抖音上面啊，叫做晨晨打怪升级吧，你去找一下，可以找不到。好了，今天已经讲到最后了。我说了，今天中午的题目是一个比较简单，那没有什么压力的东西，所以我直接上我们的抖内 QR code 啦，有微信，有支付宝，各位可以抖内，但你也可以跑去抖音上面按晨晨打怪。来，我看看有没有人抖内可以念什么东西。来，这个网友，因为网友有很多，现在抖内是我昨天讲的东西。他说药物对抗啊本来就不好，本来就不会拿来做对抗。黑白君说的太好了，祝福朱大未来前往4K 宇宙守护帝国。这个是什么天网友？他说药物基本就很难列入对抗要素，甚至都不会考虑，只要是对手，一定都会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做兵推的，我们会思考呀。然后今天的网友说赞美欧尼西亚，这是米塞亚的东西，是不是？阿叉基，看应该也是一个垂老。什么照？谢谢你的抖内，我看看好了。最后支付宝有没有人呢？怎么又讲到龙虾了？好啦，来，今天到最后这么轻松的，就投个票吧。今天的内容，如果你觉得内容写得好也讲得好，请按1；如果你觉得内容写得好但讲得不好，请按2；如果你觉得内容讲得好也写得好，请按3。好吧，最后投个票啊！我等下去吃饭了，看我中午还来不及吃饭呢。还有各位记得按赞啊！我们今天做这一集呢，我早就知道这个流量不会太好，因为本台原来也不是一个讲战锤的直播主。但我们就觉得开心就好了，好吧？来，开心。菲尔乌萨斯说：“我刚吃完，正好。”好啦，各位。等下晚上再来听兵哥的内容，好不好？那所以呢，我们就一路，接下来走到最后，跟大家说拜拜喽！拜拜。